这样可有感觉？可以再用力一点。夫人手法绝伦，在这灵堂之上，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可惜，林将军英年早逝，倒是没这个福气。王爷，看得上我的手艺便好。上辈子，林庭风假死边关，我被他安插在身边的人蛊惑，在他坟前殉情。是耳听言语，让我魂魄飘回了将军府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庭风假死，只是为了诱惑我真死，从而占我家产，迎娶他的心上人进门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多谢，郎才女貌啊，恭喜啊！要为我讨个公道，可恨这渣男污蔑外祖父通敌叛国，致我全家惨死。前世一族通敌叛国，满门抄斩。斩！这一世，我要你假死变真死，将军府血债血偿。王爷的腿，我能治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：要想扳倒将军府，祸延世远，我需要一个更大的靠山。24就破封亲王的计划，无疑是最佳人选。说说看，王爷痊愈后，做我的靠山。看来你都已经知道了。看来林庭风的手段也并不是高明到没人发现，只是上辈子眼盲心瞎，害了自己和挚爱的亲人。夫人，夫人说想单独和将军待会，任何人不等。竹枝姐姐，夫人跟将军素来琴瑟和鸣，今将军走了，只剩夫人一个人，夫人可怎么活啊？你就让我进去陪陪夫人吧。夫人现在不想见任何人。夫人刚才说的是，本王答应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圣旨到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闻社稷之安，赖忠勇之士，国家之兴，仗公武之臣。自有大将军林廷峰，秉忠贞之志，负韬略之才，久镇边疆，屡摧敌锋。然天不假年，壮士未归，朕心深痛，特颁恩旨，追封林大将军为长信侯，备享太庙，永诏勋劳，世袭罔替，赐良田100亩，黄金1000两。钦此。臣妇替将军谢皇上隆恩。夫人，接旨吧。这公公，还请公公替臣妇回陛下，将军已故，未能留下子嗣继承爵位，还请皇上收回封爵。将军在世时，最心系的便是边疆的战士，请皇上代将军和臣妇将所有赏赐全部捐给边关战士。这是疯了吗？夫人高义，咱家这就回宫禀明皇上。谢公公。回宫。夫人，不可呀！你说什么？夫人，这些赏赐都是将军用命换的，怎么能全捐了呢？上辈子就是这个丫鬟，在林廷峰战死消息传来后，时时在我耳边哭诉，我与林廷峰如此恩爱，令我自杀，我的反击才刚开始，就沉不住气了。本夫人如何处置皇上的赏赐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小丫鬟来管。这将军府何时轮到你一个桃花做主？夫人息怒，是桃花逾矩了。贱人，我得赶紧传信禀告将军和郡主才行。你们随我来。是夫人。夫人，此人已逝。你们放心，姑娘我没事。我与他成亲当日，他便去了战场，我们至今未曾圆房。今后你们还是还我姑娘吧。其他话先不说，竹枝，你先去找张嬷嬷、陈嬷嬷，立刻清点我的嫁妆，将银票、细软、田庄、房产、地契悄悄送回侯府，交给我娘。另外，这件事做完后，你和竹雨就将将军府的账目清点出来，交还给老夫人，就说我因将军过世伤心过度，无力掌家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竹雨，你去盯着桃花，将他的一举一动全部汇报给我。是。宋妍希，你辞了皇上给风儿的爵位，还把封赏全都捐出去了。上辈子林廷峰死讯传来，他这好母亲当场就晕倒了，现在看来
他早知道林霆锋的假死能算，只瞒我一个傻子。婆母，这公侯爵位、金银珠宝都乃身外之物。当年霆锋在边关受苦，心心念念的都是边关的将士们。如今将这些身外之物都捐出去，霆锋在天之灵想必也是会欣慰的。你妍希，母亲晓得你是懂事的，可那是风儿用命换来的。你以后可以在宗族里过继个孩子，承欢膝下。妍希，你乖，等风儿丧事过后，你进宫一趟，那些财物不要也罢，可那爵位，你再好好求求皇上。婆母，不必了。婆母，你身子不好，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儿媳该去灵堂了。主子，夫人将皇上给林霆锋的封赏尽数捐了，连封的爵位都辞了，还派人偷偷将嫁妆搬回了侯府。派人继续盯着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告辞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见你出来许久？林将军和郡主好生恩爱啊！太子殿下见笑了，诗涵确实与其他那些胭脂俗粉有所不同，本宫甚是同意。那李某替诗涵谢闻太子夸奖，那在下便告辞了。好，走吧。峰哥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？我想光明正大嫁给你。放心，我已经传信回去，我答应只你一个妻子，肯定会办到。我的儿啊！桃花，你主子的吩咐，你可记住了？老夫人放心，二夫人与将军自来情深意重，如今将军下葬，二夫人会悲痛难当，定会随将军一同而去。宋妍希，你别怪我，将军已经下了死命令，今日若你不自强，便让我帮你自强。
总之，今日后绝不能让你再踏入将军府的门。哼，那就去办吧。是。天妒英才，老天无眼，怎么就把将军给带走了呢？将军出征前还说让夫人等他得胜归来，便日日陪着夫人，同夫人白首不相离的。上辈子，桃花这番话，便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说来也奇怪，林庭锋在和我成亲那日就出征了，我们面都没见过几次，更别说有什么深厚感情。我怎么会因为桃花的几句蛊惑，就连命都不要了？好像桃花每每和我描述我和林庭锋之间的深厚友谊时，我便好像亲身经历过一般。幻香，弟妹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大嫂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在这里再陪陪庭锋。照顾好你家夫人。是。你们也都退下吧，我想和将军再单独待一会儿。下去。是。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机会用幻象，我以为这点药量不够，没想到宋元喜本身就是个多情的，也好，省得我再动手。出来吧，出来吧。连自己夫君的长明灯都灭，夫人好狠的心啊！景王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主子，下面的人传来消息，林庭锋要在明日出兵，之后解决掉林夫人。将消息透露给他。是。当然是履行约定，来做夫人的靠山。姑娘，奴婢跟主语试过了，桃花确实会武，而且武功不低。啊，这个是方才那人扔给奴婢的。姑娘，明日你们警醒些，必要时你和主语也不必隐藏了。是。那就有劳景王殿下送我回去了。王爷，再过2个月，我就将大功法传给你。师父，
师傅，我刚摘的，可甜了，快吃啊！哎呀，臭丫头！王爷这腿可有知觉？没有。王爷，你腿上部分肌肉已经萎缩了，若要治好，恐怕要些时日。今晚便开始治疗吧。好，你尽力便可。老身拜见景王殿下。宋妍希现在不是应该死在霆锋的坟前了吗？本王敬重林将军为国捐躯的英勇，今日特意前去祭拜，不想遇见林夫人伤心欲绝，竟欲自戕。逝者已矣，活着的人到底还是要好好活下去。本王便将林夫人救下，护送回将军府。我朝历代向来善待烈士遗孀，还请将军府往后好好照料将军夫人。是。这贱人真是命硬，怎么偏偏就碰到景王去祭拜？这王也是，祭拜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撞上宋妍希自戕，把人给救了，坏了我儿的好事。啊！老身多谢景王。宋妍希，跪下！敢问夫人为何要我下跪？还问我为什么？我儿刚出殡，你就与外男勾勾搭搭，甚至还同乘一辆马车，如此不守妇道，若我儿还活着，定让他休了你。将军虽走了，但按我朝律法，婆母和公公定可写断亲书。若婆母想写，从今往后，我与将军府便再无瓜葛。从今往后，我与将军府便再无瓜葛。你，宋妍希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二哥刚过世，你就这样对母亲？你这样不守妇道、不知廉耻、还不孝的人，就应当被进猪笼。进猪笼？哼，好啊。进猪笼要开祠堂，要请你们林氏的族人同我宋氏的族人一同商讨。你们倒是赶紧将人请来，正好我也同他们说说你们将军府是如何行寡廉鲜耻、侵占儿媳嫁妆，又是如何阳奉阴违、藐视皇家、猜疑景王的。我们说的是你不守妇道，应当被进猪笼。什么时候藐视皇家、猜疑景王？我不过是同景王乘车归来，你们便说我不守妇道，那不就是猜疑我与景王有染吗？这不是藐视皇家、猜疑景王，那又是什么？婆母，您若想让我走，什么时候想写断亲书，送给我便好；或者说想让我进猪笼，什么时候开了祠堂，等双方族老都到了，再喊我一声便是。走，我们回灵犀阁。是。和文琪的合作已经谈完了，过了今日，想必府中的事情，母亲也都处理好了。我们是时候该回去了。凤哥，
我们真的可以回去了吗？到时候我一定风风光光把你娶进门。嗯。主子，事情都办好了，林夫人命人处理的那些田产庄子，属下都最快找人接手。继续派人跟着，他想做什么，让下面的人机灵点。是。姑娘，他们欺人太甚，吃姑娘的，穿姑娘的，还要使龌龊手段害姑娘。不爱，他们迟早会付出代价。谢谢姑娘。让你办的事都办好了吗？姑娘放心，事情办得格外顺利。将军府名下的田产庄子都已经卖出去了，买的粮草捐给兵部，兵部已经入库了。至于府中库房里的那些东西，我全部清点出来了。造册交给内务府，上交国库。现在内务府的车子就在那边候着呢。好，你现在就让人把将军府深明大义，将家中财物悉数上交给国库，捐赠边界的消息放出去。是，姑娘。待消息散出去之后，你再引导一群百姓到将军府门口歌颂功德，到时候再让人把大库里的所有东西全部弄出去。记得动静要大，要让府中所有人都知道。竹雨，你再悄悄带人先将我私库里的东西弄出去。姑娘，奴婢明白。老夫人息怒，奴婢办事不力，快请老夫人责罚。这点小事你都办不好，风儿留你在府中有何用？老夫人恕罪，奴婢一定将功补过，绝不会让宋氏活过今晚。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次要是宋氏还不死，你也不用活着了。是，奴婢明白。老夫人大喜，咱们府外来了好多百姓。老夫人大喜，咱们府外来了好多百姓。如今是越发毛躁了，一群泥腿子围在门外，只会弄脏了咱们的地，哪来的喜？老夫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，那些百姓是感念我们将军府大义，特来答谢将军府的，还说要写万民书，为咱们将军府请命，请皇上嘉奖咱们将军府了。这些个泥腿子，倒也不是全然无用，快扶我出去瞧瞧。姑娘，事情都办好了。好。这老钱婆真是恶毒至极。姑娘，这人第二次给你传消息。夫人刚才说的是，本王答应了，当然是履行约定，来做夫人的靠山。无碍，是可以信任的人。竹雨，去告诉我母亲。去吧。是。参见老夫人。老夫人深明大义，实乃吾辈楷模。是啊，林将军一门忠义，一心为国，实乃我大恩之福呀。是啊，我等就上意写下万民书，为老夫人奏起诰命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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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。哎呀，老夫人高义，
若咱们大安所有的百官富商都如老夫人这样有此等觉悟，那咱们安国边防早就粮草充足，何愁战事不平，边境不定。至于将军府捐赠一事，本官已上奏天听，想必陛下定会褒奖府上的。什么？捐赠？将军府先是变卖田产庄子，用于购买粮草军械，捐赠户部，支援边军；现又捐赠家产，充实国库。夫人，宋妍希，你疯了！你把我将军府田庄地产卖了，你还把财物全捐了，你是想让我将军府喝西北风不成？婆母说笑了。爹爹与大哥每个月都有俸禄，将军虽战死，可是朝廷每个月都会发一笔抚恤金，将军府又怎会喝西北风呢？你别管那些，你快跟白大人说，将军府的财物不捐了。圣旨到。婆母，看来此事已上达天听，若此时反悔，就是欺君之罪，当诛九族。若是婆母执意要追回，那我现在就去找白大人。回来接旨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深闻将军府深明大义，捐出全部家产支援边疆，堪为群臣之表率，特封将军府老夫人何氏为五品诰命，封林将军夫人宋氏为郡主，钦此。臣妇谢主隆恩。都起来吧，咱家这就回宫了。宋妍希，你干的好事！是我做的好事，婆母，您倒谢谢我。若不是我，您恐怕这辈子都得不到这诰命。娘，他们居然把咱们家财物都捐了，他怎么敢啊？贱人，府里本就不富裕，还是这贱人进门以后，我才像京中其他贵女一样，穿上实心的衣裳，戴上实心的首饰。现在这样，我这个将军府的嫡女，以后该怎么办？哼，捐了就捐了，咱府里那些也不值钱，不是还有她的嫁妆吗？她仗着钟馗，总得把这一家子生活过下去。哼！老夫人，永川侯府那边派人送来信。我看看。娘，信上写了什么？你自己看。老夫人、大夫人、三姑娘，老夫人，今日我家夫人伤心过度，为了办好将军丧礼之事，过度操劳，今日精神一松懈，人便病倒了，实在无法打理府中钟馗。这是府中对盘钥匙、库房还有账本，现在奴婢替夫人还给老夫人。你，娘，哎，婆母，哎呀，姑娘，咱们什么时候回侯府呀？自然要看他们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和离书，让我走了。姑娘，那个老钱婆让桃花今晚对付你，你应该如何应对？放心吧，桃花今晚不会来。想必我让娘亲给将军府写的信已经送到了，就府里这情形，又怎么敢让我这么轻易的死？母亲，母亲，老大媳妇，你们先出去。母亲，出去。婆母，那我们就先下去了。
桃花，今晚不必动手了。老夫人，荣川侯府送来信，明里暗里都是说，如今风儿没了，若是那贱货有个什么3长2短，就会把他的嫁妆全都拿回去。本还想着，只要他今夜2腿一蹬，有他的那些嫁妆，将军府也可荣华富贵依旧。既然这样，他敢捐我家军功，败我家家产。桃花，你扶儿过来。一会儿去办。去吧，快去。张嬷嬷，钥匙、对牌、账本都送去灵犀阁，就说我病倒了，府中钟馗暂时还得让他掌管。是。娘，您现在让他管钟馗，不摆明让他贴银子，他能同意吗？现在他不会同意，等明天，他不仅会同意，还会感恩戴德。你刚刚拉我做什么？现在府中这副光景，母亲刚刚又被气晕，我们不在跟前示急，这传出去像什么话？二妹也是，二弟妹也是，以前都是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？以前府里好，那是因为有人肯吃亏；现在不好，不过是因为这吃亏的人不肯再吃亏罢了。这几日了，府里的鸽子飞得越发频繁了。这将军府的天，他把将军府的家产都捐了。是，不仅如此，夫人还派人将消息大肆宣扬，属下也带着人跟着添了把火。皇上得知此事后，封了夫人为郡主，郡主告病，交了管事权。原本打郡主嫁妆主意的林老夫人，生生被气晕了过去。还有何事？吞吞吐吐。这是属下从桃花那儿接下来的。送过去。是。竹枝姑娘，二夫人可在？竹枝姑娘，二夫人在吗？张嬷嬷，夫人刚服下药睡下，你若有事，晚些再来。张嬷嬷，请回。二夫人，二夫人，张嬷嬷，夫人身体不适，你若再敢在灵犀阁大声喧哗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是老夫人的人，你敢？你干什么？姑娘，人打跑了，你是没看到张嬷嬷那模样。姑娘，那人又送信过来了。姑娘，这老千婆真不是东西，竟耍这种恶心手段。竹枝姐姐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理论去。朱雨，别冲动，现在事情还没发生，我们找上福寿堂，他们顶多是把桃花推出来背锅罢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就让他们这么欺负姑娘？将计就计。朱雨，你带人去，
奴婢这就去。姑娘聪慧，定然会破局的。姑娘放心。竹枝，你陪我出去逛逛。好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林信阁那边小丫鬟桃花送信过来，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有失体统！送信过来说是我。好他个宋妍希！素日里我只当他是好的，没想到我儿尸骨未寒，他竟……走！过去我倒想看看，这次他怎么解释。老夫人，开门！老夫人，这段时间我们家夫人为操办将军葬礼，日夜操劳，近日事情一了，身体一直坚持不住，病倒了，这一会儿才服下药睡下。求老夫人体谅。没事。老夫人来看二夫人，是二夫人的福气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拦着？开门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这就是你们说的，你们夫人服了药，刚睡下。老夫人恕罪，我们家夫人是不会这样的。闭嘴！还不把门打开？是要我让人把门撞开吗？是。来人，把那不知廉耻的荡妇和奸夫给我拖出来！给我把帘拉开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饶命啊！老夫人小的不知啊！老夫人，宋妍希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荡妇！我儿尸骨未寒，你也，张嬷嬷，让他们两个穿好衣服，给我滚出来！老夫人饶命啊！老夫人饶命！老夫人小的不知啊！是夫人。是夫人和小的来询问将军生前爱马的情况，是夫人勾引的小的，老夫人饶命啊！老夫人，哎呦！大胆奴才，胆敢胡说！说是谁指使你往我们家夫人头上泼脏水的？把这丫鬟给我拉下去！还不把那信送的贱货给我带出来！婆母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婆母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宋妍希在这，那屋里那是……大半夜的不在屋里睡觉，跑哪儿去了？作为当家主母，不仅没有管好后宅，还让这贱奴进你房中，与丫鬟做出这等污秽不堪之事，你这个主母是怎么当的？竹枝，怎么回事？奴婢不知，还好你没有在房间里。你个有脸混是怎么回事？张嬷嬷，到屋里把人给我拖出来！我今天倒想问问你们二夫人，怎么管的下人？就算屋里的女人不是宋妍希又怎样？今天这治家不严的罪，她也得认。到时我再假意诓我，逼她接回这府中的烂摊子。老夫人，你们，
夫人跑了！不要啊！我不要出去！宋妍希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算计我！庭轩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和那个马夫？宋妍希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谋算我，你不得好死！三姑娘行为不端，污了我的屋子不说，竟然还在这里风言风语，怕不是得了失心疯不成？娘，女儿都是被宋妍希陷害的，你要为女儿做主。快起来！好，宋妍希，我竟不知道你如此歹毒。庭轩，毕竟是你夫君的妹妹，你怎可如此害她？婆母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如果你当真认定是我谋害的庭轩，那就凭我自己也是百口莫辩。不过，我相信顺天府能还我一个公道。竹枝，去顺天府击鼓鸣冤。你敢？妾身要是闹到顺天府去，我的名声可就半点都没了。婆母，你一句都没有问，便将谋害三姑娘这个罪名安在我头上，这我可担不起。我只能去顺天府鸣冤了。你，好，庭轩在你屋中出了事，你该如何解释？这件事，儿媳也觉得很奇怪。这三姑娘大晚上的不在自己房间内，如何会在我房里？姑娘，三姑娘是为了您之前收回借给三姑娘的东西来找你的。奴婢跟三姑娘说了，你已经睡着了，她非要闯进来，闯进屋里，然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了。就算是我闯入你房中的，你敢说那个马奴不是你找来陷害我的？一个马奴怎么可以进主母的院子里？婆母，这件事儿媳也很不解，还请婆母明察，否则儿媳就只能去顺天府了。张嬷嬷，去审，审不出打到审出为止。是。嬷嬷，我和你一起去审。婆母，这件事情不仅事关三姑娘的名节，还关系到儿媳。宋妍希，别的事你可以一问三不知，今晚你跑哪儿去了？为何不在房中睡觉？你总不会不知。婆母，自从夫君走了之后，我便一直宿在后面的书房之中。婆母说过，那是夫君生前经常待的地方。儿媳待在那里，便如同夫君还在一般。韦老夫人，夫人，审出来了。那马奴说是桃花给他传话，说夫人想找他问问将军经常骑的那匹马是什么情况。他来了，咱们院子里没有人，他迷了路，不知道怎么的走进了夫人的房间里，然后迷迷糊糊的就……娘，我也是，我本来在房中好好的等着宋妍希来，可不知怎的，等着等着就晕乎乎的了。肯定是他，是他耍手段，在屋里放了些东西，我才会。好好的院子怎么会没人？近来儿媳一直待在后面的书房中，这贴身的人也都跟着伺候，想必这院子中的婆子和小丫鬟都出去躲懒去了。不过儿媳倒是觉得三姑娘的话倒是很有道理，我这房间里很可能有人下了东西。竹枝，去找府医。是。夫人，小姐，去查吧。
回夫人，是乡里掺了庄生小吗？卢大夫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迷药，可治迷人心智，达到催情的效果。什么？朱玉，咱们府中的香是谁在伺候？姑娘，咱们院里的熏香一直是桃花在伺候。好啊，又是桃花。竹枝，去顺天府报案，桃花谋害主母，罪无可恕。是。不可不可不可！叶谢此事事关你妹妹的清白和名誉，不可张扬。母亲想到这些日子你累了辛苦了，桃花的事你便不必再管，母亲自会将她拿下，乱棍打死。婆母，如此说来，三姑娘在我房里出了事，您不怪我？不怪了。好了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我们先走了。等等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我家丫鬟这里是你们谁？习主人喜，怒主人怒，可真是一条好狗。是老奴动的手，二夫人最近悲痛不已，无法管束下人。老奴只不过是替你教训不长眼的东西。今日的事，我为了保全三姑娘的名分，并不遮拒，但是我院里的人还轮不得别人来教训。这小贱蹄子还真是长本事，不仅打我的人，打我的脸，还威胁我，偏偏为了庭轩，我还不得不咽下这口恶气。只要他活着，就一辈子捏着我的把柄。宋妍希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哎，我去，真的假的？不想死的都给我闭上眼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愣着做什么？还不把三小姐扶回房中去！好孩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听信谗言，险些误会了你。最近你为了凤儿的事伤心落泪，辛苦了。母亲那里有2斤上好的燕窝，我回去便拿回来给你，好好补补身子。你三妹妹年纪小，不懂事。婆母，儿媳今日并没见过庭轩，婆母你放心，您的一番好意，儿媳都知道。如今将军不在，你我婆媳自然是要拧成一股，是不是？免得让旁人看了笑话。那是自然。来人，把企图谋害二夫人的贱奴给我拿下，乱棍打死！哼！我今晚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你们2个把门守住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不准有任何人进来。若是有人问起，就说我近日操劳过度，卧病在床，起不得，见不得人。还有，姑娘放心，定不会让他死的。姑娘，更深路重，让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夫人
还不上来？夫人，坐稳了。让我去死！我不活了！你可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！哎呦，老奴看得真的。奥夫人急得连衣服都没有换，就带着竹枝那贱蹄子出门了。老夫人，我是生等到马车走了，才敢探出头来看，那马车往城东去了。您说说，这个时辰还有谁的马车敢在路上走呢？要不是我落了东西，折回去找，肯定就错过这场好戏了。贱人，让你尝过！这个下贱的娼妇，难怪一向深居简出的景王殿下会特意跑去祭拜风儿，当真是欺我家无人吗？东西既然坏了，就不用留了。老夫人放心，将军府的门好出不好进。毕竟婆媳一场，他走之前多给他找几个年轻力壮的，好好伺候他。抱歉，今天府上有事，让王爷久等了。夫人言重了。您这边请。王爷腿疾时日已久，药浴是必不可少的，还请你们准备足够的热水。是。王爷可有感觉？之前未来得及细查，没想到景王殿下的腿上竟另有古怪。王爷，当初为你接骨之人，如今何在？死了。上月秋猎的时候，误入虎穴，死无全尸。是该死。本王这腿已经废了许久，若能治，是最好；若治不好，也无需借还。主子，答应景王的事，我必然会做到。不过接下来的治疗，甚至有可能断骨重建。王爷若是准备好了，我必定会用尽毕生所学为王爷医治。本王相信你。神医谷有门规，救治之时不能有旁人在场。你先退下，替本王照顾好夫人的人。是。主子，热水备好了。我该留个人伺候景王殿下更衣啊。夫人若是为难，本王自己来便可。我是大夫，帮病人脱下衣服应该也没关系吧？
还请夫人转过身去。啊，好。池边有水，还请王爷当心。可以了。可以开始了吗？啊，可以了。主子，夫人，没事吧？主子，失计从权，得罪了。这几日，林霆锋便要回来了。本王已经命人拦截了传给林霆锋的所有消息，想必林将军见到夫人，他会很惊喜。姑娘，我是不是吵到你了？景王殿下真是大手笔，这般价值连城的东西用来做窗纱，即便是咱们安国第一首富，姑娘您的外祖，他这么多年行遍天下，也只得到了一小片布料，做了件内甲赠与姑娘。这个料子可防刀枪，说是刀枪不入也不过分。景王殿下对姑娘真是大方，若姑娘当初嫁的是景王殿下，竹枝，来者何人？竟敢拦我家主子的马车！一个不留，给我上！姑娘，快将身上的披风给我，等会儿我将人引走之后，姑娘再下车，赶紧往回跑，千万别回头。来不及了。姑娘，小心！姑娘，小心！让夫人受惊了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这婆母真是下口不清。我们来晚了，还请夫人恕罪。请夫人恕罪。还是得多谢你们。不敢，主子命我们保护您。您需要我们时，吹这个口哨即可。以后你们唤我姑娘便是。是，姑娘。姑娘，今日幸好得景王殿下相助。这林家人真是太歹毒了。姑娘，难道我们就算了吗？算了。我那婆母和我那好夫君为我如此费心，我就这么算了，岂不是浪费他们的一番好意？你觉得累了？辛苦夫人了，还有3日便可抵达京都。夫人，你先去休息吧。不着急，我们一会儿在路上补眠。今日我们便去普明寺，给我那好夫君祈福。
我们走吧。是。人回来了！回个屁！喊上周氏，跟我去灵犀阁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娼妇是不是有9条命。是。前后足足2拨人，就算有景王府的人护送，他也别想毫发无伤的回来。哼！宋氏呢？就说我有事找他，让他出来。老夫人，二夫人刚带人去普明寺给将军祈福了。当真看到二夫人从灵犀阁出去了？那小贱人当真回来了？是。婆母，妍希刚刚为夫君祈福归来，听闻婆母昨日伤心的一晚上都没合眼，便去小厨房为婆母炖了一碗养胃的米粥，还望婆母保重，身体要紧。哼，你煮的米粥。婆母近几日为了夫君的事伤怀，茶不思饭不想的，人都消减了不少，还是得好好休养一番。好你个宋妍希，你躲在屋子里偷喝燕窝，转头拿来这碗破粥消遣我是吧？哼！你这个小贱蹄子，竟敢伤老夫人！有眼无珠的老婆子，我看也是活到头了，连当今圣上亲赐的玉碗都敢打碎。玉碗？就这碗的材质，还有哪个正经人家御赐之物不拿香案供用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拿来盛粥？宋氏平日里不孝婆母，与妯娌姊妹不睦也罢，如今竟猖獗到拿御赐之物扯谎，心中可还有规矩，可还有圣上？二夫人还骂老夫人有眼无珠。当今圣上初登大宝之时，惦记外祖父同他一同外出征战，挨饿受冻，便特地赏赐了他一副碗筷让他食用。我出嫁之时，外祖父总共也就给了我1只，没想到今日竟被这个嬷嬷给毁了。嬷嬷，你不仅不承认，还挑拨我与婆母之间的关系，究竟有何用意？破坏赏赐之物乃是大罪，轻则打摆子，重则流放抄家。此事与我无关。宋妍希这个小贱人还没死，我儿如今尚不能带着诗涵郡主归家。若是此时让宫里知道是我打碎了御赐之物，来人，把这个胆敢损毁御赐之物的蠢货拉出去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是。老夫人，走！老夫人救救我！住嘴！拖出去打，别脏了我的院子。好孩子，别无他事，你便先回去歇着吧。母亲还等着你养好身体，继续执掌稳住府面。姑娘，老夫人病了这几天，听说福寿堂都乱成了一锅粥，那几个丫鬟婆子生怕变成下一个张嬷嬷，恨不得离得远远的呢。大夫接连换了好几个，都不见效。还有
三姑娘的兰轩院整日淋到的不可开交。不过前几日送去福寿堂的可都是好东西呢，就是便宜了老夫人。姑娘真是料事如神，二姑奶奶昨日将你给的礼品带了回去，拉着府中上下将姑娘一顿夸。逢人就说将军和老夫人好福气。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。林家那几个姑娘向来眼皮子浅，都是出了名的大嘴巴，京中各家事务可谓如数家珍。现在还心疼那点东西吗？姑娘，景王送的信。一会儿去聚味斋选一套续摆，告诉他我吩咐他的事可以开始做。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回侯府了。走吧，去迎接我那好夫君。玉，哎呦，这谁家公子啊？你是本将军之妻，不是在以他人看待。先前是你要的，现在又不要了，你怎么这般口是心非？哟，这不是林将军吗？哎呦，这是哪位林将军啊？就是前段时间死的那个。这大白天的，不可能见鬼了呀！怎么回事？我特意穿了常服啊，怎么才刚到城门口就被人认出来了？早知道经过上一个驿站的时候多备一匹马了。凤哥，我们快点进城吧。让开！这谁啊？这么凶！林夫人日日去普明寺为婆母夫君祈福，谁成想这林将军死而复生，又带个女人回来。我可听说林夫人原本是想跟着林将军去的，结果没有死成，又被人拉了回来。哎呀，新婚之夜，林将军连洞房都没入就出征了。林夫人在将军府操持家务，侍奉公婆，对他还是情深意重。他如此，怎么对得起林夫人啊？就是啊，是说呀，是吗？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走了，走吧。哎，别看了。将军，快去禀报老夫人，咱们家将军回来了。夫人，请下马。这不是林夫人吗？这么难错吧？大将军喊他夫人，那林夫人呢？这大好日子，提那个晦气的死人做什么？峰哥，你快放我下来吧，这狱里不好。你我是结过亲的，拜过天地的夫妻，你有何惧？四个美人，我就是能这什么小姐，这么无气，真是不要脸。若其他人胆敢有什么意见，先问问我手中的剑，答不答应？将军方才说，这位姑娘是与你拜过天地的夫妻。不愧是我千挑万选挑中的男人，无论是家世样貌，还是周身的气魄，都不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弱鸡书上所能比的。将军方才说，这位姑娘是与你拜过天地的夫妻。正牌不行，咱们得骂骂。林夫人可是当初将军府八抬大轿、明媒正娶的将军夫人。将军真是没有良心，新婚之夜抛下妻子出征，这才多久啊？竟然又带了个妻子回来，
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？是啊，就是啊！听说了林将军战死的消息传过来之后，林夫人哭得昏过去好几次，好几次想寻死，都是丫鬟拦回来的。世子找了这么多人吗？还个个都比我厉害，会不会靠我的钱？不行，我可听说了啊，将军府啊，其实早就空了，这2年全靠林夫人的嫁妆维持着。那上上下下100多张嘴，可都等着要吃饭呢。是啊，就是啊，要吃饭的呀，简直是可耻！太不要脸了吧！真是个忘恩负义的，真为林夫人不值啊！太过分了！哎呀，哦呦，真是林夫人的面儿秀恩爱。看到我还活着，很是失望了。罢了，将军能平安归来便是喜事。外头风大，婆母还在里头等你，将军就先带这位姑娘进去吧。林夫人，此事是我不知情。听说你定亲了，夫家还是一品大员家的嫡长子。人人平等，不就是找了一个有家室的夫家，可以什么？真是迂腐无趣。夫人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这么些规矩也没有。夫人，您在长公主宴会上说，迂腐无趣的那位小姐，昨日被夫家退了婚。昨晚，那位小姐寻了短见，遇到这么点事就寻死，一点抗压能力都没有。放在宫斗剧里，怕是1集都活不了。这位姑娘这么说，意思是将军欺瞒你，而又娶妻。林夫人，此事是我与峰哥对不住你，可是在感情里从来不分先来后到，而是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。这说的什么话呀？这个年纪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做坏事做到这种份上，简直是不要脸啊！真是可耻啊！不要脸！少爷这笔钱花的真值，安排的人一个比一个卖力。宋氏，你我2人并无夫妻情分，只念你这2年老实本分，要不然我早一纸休书送回京去，还你我2人自由；要不然我早一纸休书送回京都，还你我2人自由。哪怕是我们寻常人家，妻子未犯七出之条，也绝没有被休的道理。更何况是大婚之日，丈夫便出征，独自一人操持着偌大的将军府整整2年，甚至在丈夫战死消息传回之际，一心与夫共赴黄泉的林夫人，对，这般深明大义又痴情的好女子，竟被如此作践。见过负心薄幸之人，没见过这般堂而皇之、厚颜无耻。是啊，不要脸，不要脸了！将军，此事就算你不提，我也正有此意。你我虽有夫妻之名，却无夫妻之实。既然将军已经找到了此生挚爱，那不如你我和离，男婚女嫁，从此再不相干。休想！是很担心的，没错。你的时间太长，这个女人多半耐不住寂寞，与他人有了手，才一见到我便着急同我和离。进宫。是。府外这些看热闹的人，说不定就是他那个姘头雇来的。风儿，绝不可与他和离。风儿，你绝不可同他和离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风儿，妍希这2年等你等得不容易，如今你平安归来，自然要与他好好过日子，不许再说这种混账话。
来的时候路上累了吧？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再说。妍希，好孩子，母亲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你放心，母亲定然会为你做主的。婆母，恕妍希不行，您的好意我不能接受。妍希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这个娼妇自以为攀上了景王殿下，还肯和离。她若真成了下堂弃妇，别说被景王殿下收进房里，要是留她在身边做个洗脚婢，殿下怕都是嫌晦气。啊，乡亲们，老身定然会按照家规妥善处置的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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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些回府吧，别站在这里平白招人笑话。宋妍希得知你战死的消息，不仅没有悲伤哭闹，反而第一时间拒了皇上对你的所有封赏。咱们将军府的家底也被他尽数捐了出去，为自己换了个郡主的封号，还偷偷出府夜会野男人。这些我都让桃花传信给你了，你这时候怎么还是带着郡主回来了？母亲，我没有收到。老夫人大喜，皇上听闻林大将军凯旋归来，特意差咱家前来，请林大将军和将军夫人一同进宫领赏。本想着等解决了宋妍希，就让风儿带诗涵郡主回来，届时宫里的封赏下来，他们两个再奉旨成婚，府上双喜临门。结果风儿压根没有收到信。如今这样，若是这时和离，不仅拿不到那个娼妇的嫁妆，世人少不得说风儿乃是薄情寡义之人。风儿好不容易走到这里，无论是谁，别想坏了他的前程啊！有劳公公了。风儿一路风尘仆仆，公公可否容他下去换身干净的衣服，再去面圣，免得惊了圣驾。皇上有旨，宣林将军和将军夫人即刻进宫面圣。诗涵郡主，您可算回来了。皇上前几日还在念叨，说是许久未曾吃到郡主亲手做的菜呢。诗涵的手艺不值一提，只要皇上喜欢，臣妾今日郡主离京这几日啊，国公爷和国公夫人总是惦记的很。郡主若是无事，还是早些回家的好，省得二老惦记。林大将军、将军夫人，请吧。本将活着回来，是不是让你失望了？吃了吧，吃了吧，快点呀！你给我点吃的吧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！住手！哎呦，快走啊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多谢公子相助，当初就瞎了眼，为着救命之恩，不顾外祖父反对，也要嫁他为妻。如今看来，他不仅阴险自私，更是自大愚蠢。想同我和离，与那个野男人双宿双飞，宋妍希，你休想！你生是林家的人，死也只能做林家的鬼。
将军可知，杀气可是大罪。将军若是自己不想活，那你应该想想你的诗涵郡主。你若是锒铛入狱，他该如何自处？你若是锒铛入狱，他该如何自处？像你这般蛇蝎心肠的毒妇，不配提诗涵的名字。细读着你战死的消息，不仅没有悲伤哭闹，反而第一时间拒了皇上对你的所有封赏。咱们将军府的家业也被他尽数捐了出去，为自己换了个郡主的封号。既然将军觉得我恶毒，那不如趁着今日进宫面圣，向皇上求一道圣旨，准许你我二人合离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占着将军正妻之位，怕不是平白沾了将军的光。你一口一个合离，就这么想离开将军府？那诗涵郡主愿意为妾吗？诗涵是我的妻，你按我休有。朝律法，官员凡是要纳妾者，都需告知正妻，并取得同意。若有欺瞒者，正妻可以选择将人发配，或者与其夫君和离归家。夫家不得进行阻拦或者为难。家中有正妻另娶者，为停妻另娶，官员需按其职位进行降职处理，情节严重者需打板子外放。还是说，将军想要贬妻为妾？还是说，将军想要贬妻为妾？你最好记住你说的，不纳二色，不入党争，好好做你的痴情啊。若是让妍希受半分委屈，老夫既能扶持你林家出寒门，也能这柄陪老夫半生的宝剑，不知饮过多少人的血，想必也不介意再多斩个负心人。方才是为夫一时情急，险些伤了夫人，让夫人受惊了。为夫知道夫人心中有怨气，可诗涵是为夫的救命恩人，若是没有他，为夫焉有命在啊？救命之恩的确无以为报。诗涵乃晋国公嫡女，身份尊贵，又深得皇上喜爱，绝对没有屈居到将军府做妾的道理。让她为妾，确实是打了国公府的脸。之前是为夫错怪了夫人，夫人果真不是那些小肚鸡肠的狭隘妇人。待诗涵入府后，你便是平妻，与她平起平坐，不分高低。我同她住侧院，绝不会动摇你的位置。将军府的钟会，依旧是你来保管。将军有句话说错了。何话说错了？我确实是小肚鸡肠、心胸狭隘之人，平其一时起，只要我在将军府一日，而诗涵郡主便要为妾一日。宋一信，林大将军、郡主，咱们可莫要让皇上久等。起来说话吧。请陛下治臣欺君之罪。哦，林卿倒是说说何事欺君呢？臣身为军中将领，本以军中将士和边疆安危为先，可因一时糊涂，一路追至敌军大营，虽成功取得敌军项上人头，但让军中将士都误以为臣已战死，送回了错误情报。臣
臣该死！本王派去调查的人，从边境传回来消息，那日林霆锋率领300将士追击敌军，最后仅林霆锋一人生还。目前，这场战争的知情人全部都不见了踪迹。同他一道深入敌营，掩护他取得敌将首级，又护着他撤退，最后无一人生还的300将士，他是一个字都不提。身为主将，看功冒进，乃兵之大忌。你是我朝最年轻勇猛的武将，此乃大安之福。朕赏你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会罚你呢？抬起头来。陛下谬赞，此战事能平，也是天佑吾皇，非臣一人之功啊！爱卿莫要谦虚，说吧，想朕给你什么赏赐啊？臣无需任何赏赐，只一事，望陛下成全。说来听听。此次出征，臣曾因为重伤险些丧命。若非诗涵郡主衣不解带的照顾，臣恐怕就没命回来活着见陛下。她一个女子，在这世间立身，本就不易，又不为世所，随军出征，不畏辛苦，与众将士们同吃同住，从不喊苦喊累。此等不畏辛苦、品德高尚的女子，臣此生唯见一人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臣仰慕诗涵郡主已久，望陛下给我2人赐婚。混账！赐婚！陛下息怒。看你得意了，来，让朕抱抱，让朕抱抱。你可慢一点啊！呀，太可爱了。来，小妍希，给我们小五当老婆好不好啊？妍希啊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妍希啊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林将军大婚之日便出征，你这2年在将军府也是不易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朕就做一回棒打鸳鸯的恶人。丫头，怎么想就怎么说。陛下，诗涵郡主身份尊贵，我愿自贬为妾，成全这对有情人。妍希是永安侯府的嫡女，更是我严兄捧在手心上的外孙女，论其身份来说，比皇家郡主还要尊贵。让你当妾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今日朕在这儿，你无需在意他人想法。刚才所说，真是你的意愿。陛下，我与将军虽成婚2年，却一直有名无实。以退为进，这宋家丫头天资聪颖，容貌品行上佳，不提严家从前为安国所立之功勋，便是如今严家的彩礼。换做别家娶的妍希丫头，怕不是夜半做梦都能翘醒。
这林庭风倒好。陛下，林将军既已寻得挚爱，我又何必再自讨没趣，坐在二人中间，平白占了位置？还请陛下赐我二人和离。宋氏，陛下，我与宋氏夫妻和睦，感情深厚。只不过今日是因为陈耀娶诗涵郡主为妻一事有些争执，所以他才一气之下想跟臣和离，还望陛下明鉴。丫头，你怎么说？在陛下面前，臣女不敢妄言。陛下可以差人去将军府问一下那些婆子丫鬟，一问便知。林庭风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不行，我刚复审回来，就与苦等我2年，且府外府内都名声极好的妻子和离，朝堂上下和百姓们该如何看我，看将军府？陛下，是臣对不起宋氏在先，恳求陛下看在家法20年，为镇守边疆不曾回家的份上，还给将军府留些颜面，能允许我与宋氏暂不和离。林夕啊，这件事情啊，委屈你了。可镇远将军为我朝驻守边境20多载，我属实不能不顾他的脸面。皇上，此事是林将军对不住你，朕答应你，需3月，3月之后，如果你仍执意和离，朕变人了。谢陛下，谢陛下。念林将军与你有功，但与妍希丫头尚未和离，自庄诗涵为平妻，择日成婚。谢主隆恩。今日是为妍希丫头而来。今日是为妍希丫头而来。父皇，可忙完了？像妍希丫头那般明事理知进退，又不缺风骨的好姑娘，本该配我家小五这般的好男儿，并非那般目光短浅的蠢材。朕起初以为林庭风是个忠勇的将才，可以委以重任，可如今看来，他就是一个空有一身蛮力的莽夫。你今日当真是为妍希丫头而来？林庭风乃威远将军之子，威远将军又在边境驻守20几载，朕不得不顾虑。当年老严一手红缨枪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可到了这一代，竟无一人继承他的衣钵。当年严氏一族的男丁半数折在了疆场上，严老的长子、次子更是连尸骨都未曾寻回。儿臣曾听过一句传言，说是天下初定那年，严老夫人以性命相逼，逼着严老立下毒誓，若是严氏一族3代之内再有男丁从军，便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严氏一族断子绝孙。
竟有此事。父皇，干！有朕在啊，一定为你家的小丫头娶一门好夫婿，定不能让她受了委屈。德海，走一趟将军府，是，把圣旨和令牌送给妍希丫头。萧武便是在临亭峰取得胜利之处，遭遇了敌军的埋伏，断了双腿。跟行军打仗，此人比他小武差得远。派人听出林家，别放过一丝的风吹草动。是。哭若有用，那不如母亲随我入宫，好好朝陛下哭一哭。风儿，如今怎么办？那母亲觉得怎么办才好呢？你是乖娘，明明是那宋妍希，这个贱人！我儿有没有伤到？老夫人、将军，宫中又来人了。皇上。这件事情是林将军对不住你，朕答应你，只需3月。3月过后，如果你执意合理，朕就准了。谢陛下，谢陛下。念林将军御敌有功，但与妍希丫头尚未和离，自庄氏汉为平妻，择日成婚。谢主隆恩。林将军，袭人之福不是那么好享。定是宫中对我儿的封赏到了，快取我的诰命符。不必了。怎么不用？你看你这孩子，领赏可是天大的事儿，怎么能如此马虎？快叫人备下香案，把全府的人给我喊出来领赏。光宗耀祖的时刻，可得让大家看看，也让那宋妍希那贱人睁眼看看，便是比起王爷，我儿也是不差的。母亲，我说不必了。什么？快去取我的诰命符！快去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宋氏有女妍希，秉性端淑，敬正垂仪，克贤于礼，颇有其外祖父宋章当年之风范，堪为天下女子之表率。特拟永安2字为其封号，赐郡主之位，划豫州为其封地，另赐郡主府一所，黄金1万两，锦缎100匹。钦此。起来吧。陛下说了，以后郡主他日得空，便可拿着御赐令牌入宫，无需传召。谢皇上恩赐。郡主，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谢公公。公公此行是陛下传话，要吩咐内人。咱家是来给郡主送赏赐的，想着林将军日夜赶路，必然疲乏，这才未曾惊动将军。贵人恕罪，府中丫鬟不懂礼数，竟带错了路。贵人必然是来送封赏的吧？前院已经备下香案，公公随我来吧。东西咱家已经送到，这便要回宫复命。送来了，便是没有珠宝玉器之类的赏赐，也该有册封的圣旨啊，怎么能空着手来？林将军，莫不是还未向老夫人交代实情？什么实情？老夫人大喜呀！公公言重了，
此乃大安之喜才是。林大将军在御前将所有封赏，求诗涵郡主为平妻。您老夫人现在是有2个郡主为儿媳的人了，这古往今来独一份的大喜事啊！你用所有赏赐求了个平妻，所以侯爵和所有的泼天富贵全都没了。主子，属下去请永安郡主来。这个使者，他应该与他的夫君在一起。此刻让人寻他，无疑是给他添麻烦，不必。可是主子的腿，主子为了帮永安郡主，不惜双腿忍痛也要入宫，甚至冒着陛下猜忌的风险被严加说话。这么大个人情，于情于理都应该让郡主知道。属下该死。郡主，今日还到了半个时辰，让王爷久等你。无妨。属下告退。劳烦王爷把腿上的汤婆子拿开，脱下裤子。就在这儿。王爷还能走？王爷，你很疼吗？需不需要帮忙？不用。这个女人究竟有没有把我当做一个正常的男人？王爷，真的有痛觉，当真比之前更甚。永安今日向林庭风提了和离，却……我和他和离是迟早的事，不过我不会如他愿的。等3个月，只要永安需要，无论是和离，亦或是别的事，本王都会帮忙。不麻烦王爷了。不麻烦。王爷的好意我心领了，等时机到了，我会求王爷帮忙的。好。快回去吧，我不会见你。消息送到了吗？小姐问为何把林庭风去找庄世涵的消息告诉晋国公？晋国公为人正直，身份尊贵，他绝不允许自己捧在手掌心唯一的女儿给他人做妾。更何况林庭风还敢擅闯未婚女儿的闺阁。世涵，你先把门打开，有话我们慢慢说。说什么？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当初在边疆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世涵莫哭，此事都怪母亲，连个内宅妇人都处置不好。处置？你们打算怎么处置？难不成要杀了宋云熙？若他活着，如何同意我娶你为正室夫人？况且，此事我们不是在边疆已经商量过啊？我只是想让他识趣离开，未曾想要他性命。况且，还一个没有丈夫疼爱的可怜女人，你们这么做，未免也太狠心了。此事你无需担心，有为夫在，他指定不会超越你的位置。以后，把他当个小猫小狗养在府中便好。你不打算休了他？当然要休。我听说他在外面已经跟别的男人有收尾，像她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怎配做我将军府的正室夫人？快走，翻墙走，快！快翻墙走！我林庭风对天发誓，此生只爱无妻诗涵一人，
若为此事天打雷劈！爹爹，爹，是你个不长眼的，敢打本将军我！打的就是你！姑娘，你是没瞧见，今日府上热闹得很，都快赶上过年了呢。姑娘刚睡下，那林将军便一身伤的被人扔在了后门口，要不是门口的大黄一直在叫，估计人死，连出事了也没人知道。老夫人才失针不久，看到那个人又被吓晕了过去。听福寿堂的人说，卢大夫开了防治中风的方子，让人去抓药。伤得如此严重，听说脸都破相了呢。听说腿骨还断了一根。走，随我去看看将军。是。他来做什么？叫他滚！我听闻将军受了伤，可否严重？夫人莫担心，将军只是受了些皮外伤，过个几日便能下床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这贼人竟如此放肆，简直是律法为无物。竹枝，给我备马，随我入宫。你敢！你敢！苏氏，你今日敢踏出府门一步，我必休你出门。听说他把将军府财物都捐了，既然他不同意和离，就应该把当家主母做好，不是？本将军也并非心胸狭隘之人，你既已知错，那今日之事，我都当没发生过。太吃撞邪了吧？母亲身体不适，你身为儿媳，应该在身旁侍疾，如今却整日不露面，让长嫂一人伺候在母亲两侧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这让别人会说成什么？将军府丫鬟婆子若干，哪个不能在老夫人身边伺候？将军大可以出去问问，哪有人家逼着病中的儿媳伺候婆母的？宋氏，你便是这样管教你的下人吗？将军确定要我前去伺候婆母？不用。等等，将军还有事？将军若是无事，那我便回去养病了。宋氏，你身为将军夫人，理应操持将军府的钟馗。如今你身体不适，此事便交于母亲处理。把司库的钥匙一并交出来，我带你送到母亲院中。将军莫不是疯了吧？哪怕是寻常人家动用妻子的财物，已经是很丢人的事情了，他竟然……将军方才说什么？刚刚有狗叫的太大声，我没听清楚。你宋氏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是你自作自受，拒绝了皇帝的封赏，又瞒着母亲，搬空了将军府，变卖了府中所有的铺子田产，这个窟窿就应该你来补。将军怕不是昨日被人砸坏了呢？不过没关系，毕竟咱俩好歹目前还是一家人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将军所立的军功早已经在殿前向陛下求取诗涵郡主为平妻了，这不过昨日才发生的事，将军这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至于府中捐赠财物一事，皇母可是全城知晓，同意并监督的。将军若是不信，大可以去户部找白安阳白大人，他可以替我作证。我只问你一次，这私房的钥匙，你给还是不给？竹枝，去把我的私库钥匙取来。姑娘，万万不可！像这种不守规矩、以下犯上的丫头，早些发卖了。我的人该如何管，
轮不到旁人来指手画脚。你个泼妇，简直不可理喻！你，婆母，二叔昨晚派人送来了弟妹私库的钥匙。什么？婆母，卢大夫说了，你要好好休息，你需要什么吩咐儿媳去做便是。吩咐你有什么用？你是能帮咱们将军府挣下功勋，还是能像像宋妍希一样拿嫁妆补贴家用？婆母，哭！老大的福气都叫你抠没了，所以这些年都升迁无望。弟媳这也太傻太单纯，如今闹成这个样子，夫妻离心已是定局，再将用以傍身的嫁妆都给了出去，日后她在这个府上哪还会有好日子过？贱人，这个贱人！看来老夫人啊，真是气狠了，连将军过去探望都被拒之门外了。他们母子的感情远比你们想的深。对了，今日将军府可有来什么客人？昨晚我当着府中那么多人的面交了私库钥匙，想来外头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听闻是韩郡主来了，她来干什么？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在这种风口浪尖上还来到我们这儿了。兴许将军喜欢的就是这种人吧。姑娘，你不会还喜欢将军吧？你家姑娘我眼光有这么差？竹枝，之前我让你去查的事情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大嫂，请坐。我来看看弟妹身体如何了。大嫂，你来的正好，也能陪我说说话。都怪我这身体不争气，不能在婆母身侧侍疾，这几日怕是要多辛苦大嫂了。看看你，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？伺候婆母本也是我的分内事，就是还不赶快去妆台抽屉里把银票拿过来。姑娘，那500两是夫人。如今将军府正是用钱用人之际，我这身子弱，帮不上什么忙，难不成连这点钱都出不起了？还不快去！大嫂，那日是我昏了头，一时只想着能完成将军遗愿，好早日了却这世俗的纷扰，随他去了。是我对不住你和婆母，都怪我太胆小怕事了。我在殿前见了陛下，便只顾着两股战战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不然我怎么会眼睁睁看着将军以他全部的军功，求陛下赐婚于他和诗涵郡主？好歹也是大安首富的外孙女，永川侯府的嫡女，这区区500两银子，她怎么拿得出手的？宋氏便是如此，心胸狭隘之人，家中的东西都被他变卖了。如今母亲也生病了，就连不曾得罪他的大嫂都被他欺负成这样。诗涵，你还觉得是我跟母亲心狠吗？霆锋，大哥这么着急来找我，所为何事啊？你嫂子回娘家去了。这今日不年不节的，还不是因为你那好夫人。你嫂子去寻她，本想着让她帮忙主持家中钟馗，结果从她院子里出来，她就径直回了娘家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得赶紧把人找回来才是。若是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们府中对她有了苛待呢，平白丢了将军府的脸。为兄不善骑术，还得劳烦二弟替我跑一趟，将你嫂子请回来。乖，莫要这样，传出去对你
名声不好。大哥刚才在跟我说，嫂子离家出走，她不会骑马，所以才让我去的。他的夫人为什么要让你去接？诗涵，大哥他不懂骑术。那怎么说，大嫂也是大哥的结发夫人，你一个做小叔子的去接，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诗涵，你以前不是最烦这种繁琐的规矩吗？是你告诉我，让我不要在意他人的看法。是我不仁。乖乖在家等我。不要，我陪峰哥去。如今我们二人并未结婚，怕是不方便一起登门。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我可是你的未婚妻。况且你现在伤还没好，我有点放心不下你。而且大嫂这次是负气出去的，我们女人家最懂女人家了，你一个男人家的也不好说话，是不是？好。这下京中上至各大名门世家，下至寻常百姓，恐怕全都知道靖国公府有位倒贴的郡主了。可不是嘛，明知道那林将军有正房夫人，还跟他同城一起回城，跟在人屁股面前死皮赖脸的，追到将军府，在正房夫人面前耀武扬威，还跟着人家嫂夫人回娘家去了，这得是多恨家呀！听说他去了周家，还大言不惭的自称是林将军的未婚妻，周老夫人的脸当时就黑了，都没有留他们用晚饭就送客了。我今天来的时候经过靖国公府，看见府里的管家去请了大夫回来，这靖国公估计都快要被气死了。世风日下，真是世风日下。将军夫人那么好的女子，怎么就嫁了这种人？你说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这么多年过去，竟还是像小时候那般可爱。可是今日的饭菜不合王爷的口味。挺好的。这聚味斋的饭菜确实清淡了些。王爷若是得空，我们可以去蜀庄吃波霞贡，他们家的糖水也很不错。把客人向外推的掌柜，本王倒是第一次见。若是没记错的话，这蜀庄乃是诗涵郡主名下的产业，与聚味斋应该是对头。王爷又不是客人啊。主子，林永安郡主该回府了。永安郡主该回府了。林庭风和诗涵郡主被周府赶出门后，诗涵郡主一脸怒容回了府。林庭风追了过去，连靖国公府门都没有进去，带的东西也被靖国公府的护卫丢了回来。现在正一脸怒容往将军府走了，恐怕竟有此事。这靖国公可是暴脾气，没一怒之下打死他，已经是卖父皇面子了。郡主，属下送您回去。啊，那妍希便先行告退了。哎呦，这张臭嘴啊！我保证对着江寒100遍，再见郡主绝不会结巴。今夜子时，差人来接我。郡主可否方便？这几日的针不能断。贱奴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也敢阻拦本将军我？你找死！来人，把这2个不懂规矩的家伙给我拖下去，活活打死！
怎么，将军这是又来捉奸了吗？宋氏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的脸是谁打的？是本将军我打的。你身边的人以下犯上，真不知道你这个当家主母是怎么当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将军为何要求陛下不准和离？想必诗涵郡主当主母当的也是很好，那将军为何不赶紧把人娶进门做正妻？是不想吗？你庭中的这2个丫鬟不守规矩，竟敢阻止本将军进去！你这个主母若是不会教，那本将军不妨替你好好教教他们该怎么做奴才。姑娘，你方才睡着了，将军硬逼着我们把你喊出来。你刚才当真在屋中睡觉？我前些日子染了风寒，问过饭便早早睡下了。宋妍希得知你战死的消息，不仅没有悲伤哭闹，反而第一时间拒了皇上对你的所有封赏。咱们将军府的家底也被他尽数捐了出去，为自己换了个郡主的封号。这个贱人，他怎么敢！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！将军，宋妍希这是怕了，我果然猜的没错。带人，把林希阁给我围起来，一只蚊子都不许放进去。将军，今日果真要如此折辱我吗？将军要找的人，可找到了？宋氏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哼！将军这便走了。宋氏，像你这种满腹心机、不尽不孝之人，我真是多看一眼都嫌烦。你当真不会以为今晚会留在你院中吗？宋氏，你可知本将军为什么不愿意碰你吗？因为本将军嫌你脏。敢掌过当朝郡主，将军，这顶项上人头是不是嫌累赘？怎么，将军想好了吗？这一巴掌究竟是打还是不打？宋氏，嫁出随夫，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将军也不要忘了自己的本分。如知主语，从今日起，没有本郡主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准踏入灵犀阁半步，包括将军。若有人擅闯灵犀阁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哼。还好没什么大碍，好生休养便好。我今日有事出去一趟，你们先退下吧。姑娘，今日闹出这一幕，想必不会再有人上门找事了。若是以后再次有事发生，该动手就动手。记住，天塌下来还有你家姑娘顶着，切不可让自己再受伤。是姑娘。
胡闹！简直胡闹！冒犯了王爷，对不住。郡主，是否需要本王帮忙？不必了，我自己可以下来。好。小姐，你快下来，危险！小姐，太危险了！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，爬太高太危险了！嘿嘿嘿，哎呀，你看看，王爷，王爷，请松手。先别动。郡主，冒犯了。方才都是意外，还请王爷不要放在心上。你不需要本王负责。按照我大恩的习俗，男子看了女子的脚，便要迎娶这位女子。更何况本王不只看了你的脚，本王还救人的大恩。王爷救我，我不应该恩将仇报，逼王爷娶我。那如果本王希望你恩将仇报，主子，走。恭喜王爷！现在恭喜，是不是尚早了些？口是心非。王爷的腿恢复得不错，再过2-3日便可进行接骨治疗了。有劳了。王爷，不需同我道谢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日后所求王爷之处还有很多，还望王爷到时候不要嫌弃我贪得无厌才是。你不信本王？你不信本王？我若不信王爷，之前又怎会每晚趁着夜色冒险出府？我并非不信王爷，而是林庭风之事牵扯甚广，王爷早已远离朝堂纷争，明哲保身。若是不愿趟这趟浑水也无妨，我定然会为王爷治好双腿。这亏本的买卖，你倒是做出经验来了。那若是本王不愿冒这个风险，您是大恩的英雄，仅凭一己之力率领军队维护了边疆数年安定。您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我也依然会为王爷医治。那除了本王，你还能找谁？左相家的2公子，兵部尚书家的庶子，还有……你还真的想过？那个左相家的2公子，他就是个莽夫，整日只知道舞刀弄枪，丝毫没有半点情绪可言。还有那个兵部尚书的儿子，京城里面有名的纨绔，家中妻妾没有100也有30，你到底看上他们什么？
全是。你哪怕是想要2嫁，也得找个看得过去的吧。王爷，我即便能与林庭风和离，这京中的好男儿，又有谁愿意娶我呢？本王愿意。啊，王爷。你要查的事，交给本王便可。你手下的人啊，太过马虎。此事，本王已经查出些许端倪，到时候定然第一时间找人告知你。竹枝姐姐，是不是你又舍不得银子，找的人不靠谱？我找的可是行业内极有口碑的情报组织。景王殿下对姑娘如此好，会不会对姑娘有意啊？莫要胡说。走，今日我带你们去看个热闹。我可等不了他3个月，便是多见他一眼，都嫌污了眼。是。跪下！林庭风这么快就把人哄好了？将军，老夫人让你跪下呢。宋妍希，你少在这里耍嘴皮子！我说的是你。我来问你，你司库里的东西呢？这在将军手中啊。宋氏，你少在这里装蒜！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你司库里的东西究竟藏哪儿了，就不要怪我这个当婆母的心狠。哼！唉，先前还觉得姐姐可怜，未曾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心肠竟如此歹毒。明明是姐姐害得将军府青黄不接，不把自己的嫁妆拿出赔罪也就罢了，还竟把东西运出去。本身也就是些身外之物，如此抠抠搜搜，姐姐这眼皮子也忒浅了些。难怪峰哥怎么也不喜欢姐姐。母亲知道你是想多留些财物傍身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你既嫁进来，便是将军府的人，理应与将军府共进退，而不是自私自利，不管他人死活。婆母说的是，府上如今难关，是你一时糊涂造成的。念在你是初犯，母亲也不罚你，你赶紧将司库中的东西全部还回去。啊，婆母，您当真没见到我司库里的财物？宋氏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莫要不识好歹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！快，主治，快去顺天府报案。是。快，主治，快去顺天府报案。是。快把他给我追回来！这事要是捅到顺天府，将军府的脸以后往哪儿搁？哎呀，婆母，家中失窃可是大事，不报官怎么能行？婆母，您不必操心，这件事情让儿媳来办。说不准啊，是家贼难防。等峰哥把那个丫鬟捉回来，严刑拷打，那司库里的东西说不定就自己出来了。诗涵郡主说的是，我听闻顺天府的官员公正廉明，必然会还将军府一个公道。不用叫人进来了，直接拖出去打，打到半死，总能问出来1、2句有用的。将军，几位大人都已经到了，
将军怎么不把人迎进来？哪来的大人？风儿，是你的同僚来府上拜访了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让人去聚味斋订一桌酒席送过来，订他们最好的桌。够了。宋妍希，这些是不是你之前算好的？啊？老夫人，将军，顺天府的大人们已经过来了，这会儿就到院门口了。这里可是内院，他们无请怎可入内？走。宋氏，等会儿你莫要胡说八道。顺天府的人问起来，只管让风儿去回。为何？婆母，是我的嫁妆失窃了，我才是苦主。你给我回来！过来扶我！我要亲自同顺天府的大人说话。婆母当真要过去？过来扶我！好，婆母请放心，待会儿在大人面前，我一定不会胡言乱语。最好不是，不然此事了了，定让我儿休了你。周氏，你既然回来了，不回自己院中，跑过来凑什么热闹？老夫人，此言差矣。林夫人，身为盗窃案的苦主，理应到场才是。邱大人，邱大人是不是弄混了？跑去报官的是我家夫人旁边的一个丫鬟，而您身边站的这位是我家大嫂。林将军，莫不是当本官已经糊涂到了连谁是告状之人都分不清？多余的话不必再说，本官今日前来，便是为了调查林家嫁妆失窃一案。大人误会了，这都是没有的事儿，肯定是下人话传话没传对，家中啊不曾丢任何东西。啊，婆母，刚才不是不让我说话吗？传闻果然不假，这位永安郡主在将军府的日子，当真难过得很。郡主莫怕，臣今日前来，便是为郡主做主。臣倒要看看天子脚下郡主千金之躯，什么人狗胆包天，胆敢为难你？顺天府办案，闲杂人等不得在场。林将军，不要让我等为难。你说谁闲杂人等？来人，带老夫人回房。这里是我家，我哪也不去。老身好歹也是诰命在身，这顺天府就是天大的官，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到人家里撒野的。母亲，看来林老夫人这是对圣上多有不满啊！邱大人，慎言。家父与邱尚书私交甚笃，恐怕其中是有什么误。本官依法办案。诗涵郡主还未曾过门，就要拿晋国公押人。邱大人，就这些小误会，还劳烦邱大人跑一趟，实在是对不住。前院备了一些茶水，要不几位随我去前院喝喝茶，歇歇脚。喝茶就不必了，劳烦林大将军带我们几个去失窃的司库吧。夫人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怨气，不能为了一时赌气，就让手底下的丫鬟去顺天府告状。顺天府是什么地方？岂能儿戏？林大将军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本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
今日是为了2位林夫人嫁妆被盗一事而来。林大将军，可莫要告诉本官，你家大嫂今日报官，也是因为你要娶诗涵郡主为平妻一事。年丰吃醋。大嫂，嫁妆真的丢了吗？我想请大嫂帮我演一出戏，我能助大嫂生下长房嫡子，或者说大嫂想和离也可以。这几年我看过的大夫无数，丹药方子也没少吃，肚皮却一直没动静。你真能让我生下孩子？我有一个药方，只要大嫂设法让大哥连续吃下3次，同房即可。那个方子可有什么后遗症吗？大嫂放心，这辈子注定只能这一子。况且纵欲伤身，若是日后不加节制，怕是活不过而立之年。多谢弟妹。既然林大将军不愿意带路，有劳林夫人。大人客气了，请随我来。你现在去找邱元正解释，就说底下人私自做主，挪用了库房，你全然不知情。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？除了咱俩隔离之外，我再答应你任何一个要求。我与诗涵的婚事除外。将军，当真没有人夸过你生一张好脸皮吗？可以。将军脸皮之厚，不用做城墙守门，当真是可惜了。你找死！哼！景王殿下说，等会皇上会宣郡主进宫，让郡主跟他。姑娘，本来今日只想在殿下面前给那畜生上上眼药，顺便要点赔偿，没想到我所求之事就这么快就能实现。姑娘的意思是？我们走。是。咱家来的不是时候啊！哪里？德公公大驾光临，话就不必说了。诗涵郡主也在，那正好。皇上有旨，传皇上口谕，宣临将军、永安郡主、诗涵郡主即刻进宫。钦此。臣参见陛下。你们可知今日宣你们来为何事？臣不知。永安，看来你是知晓的。永安，请陛下做主。你是朕亲封的郡主，更是元宋两家的掌上明珠，何出此言呢？
陛下，臣妇要参临将军纵容府上老母亲恶意搓磨儿媳，假传战死消息，并与林老夫人使用龌龊手段，逼儿媳为其殉葬。若非景王殿下念其为国捐躯，特意避开众人，到其坟前祭奠，碰巧救下了中了计一心求死的永安。如今在这座坟里便是永安了。陛下，宋氏血口喷人，这简直就是污蔑！臣一心为国，为了追剿叛军，才不得已追入敌军内部，所以军中的兄弟都以为臣是战死的。可臣并没有宋氏所说那般假意战死，联合母亲陷害他性命。空口无凭，永安，你可有证据？回陛下，臣妇有证据。呈上来。宣。奴婢参见皇上。皇上万岁万岁！主子是想问，我跟张嬷嬷为何还活着吗？大胆贱奴，陷害主子，畏罪潜逃，如今还敢来御前，脏了陛下的眼睛，罪该万死！林将军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这些都是林将军传给我的信，还请皇上明鉴。将军出征前，你奴婢将幻香插入夫人的饮食中，日日在她耳边提及情深不寿，诱夫人自杀。夫人被景王殿下救下后，林老夫人又命奴婢暗杀夫人，后因贪图夫人的嫁妆，令奴婢给夫人和马奴下药，计谋败露。林老夫人为了堵住奴婢的嘴，便想杀人灭口，多亏夫人不计前嫌，救下奴婢。你胡说！老奴作证，桃花所言全部属实。好一个忠君爱国的将军！陛下，陛下，臣知罪，臣知罪，臣确实对不住宋氏，可臣九死一生，取得了敌军将领的项上人头，成为大安，建功立业，这个可抹不掉啊！父皇，这是儿臣收拾的，有关于林霆锋的证据。那日林霆锋所谓的深入敌军，实则是与梁国太子文齐密会，他率领的300将士，皆是由他亲手所杀，就连儿子的毒，也是当年他们父子联合梁国太子所为。不可能！好得很呢！永安，此事你可知晓？臣妇也是才知道真相。林霆锋假死归来，实则是与梁国勾结，图谋不轨。现实，你们两个放肆！殿前事宜，罪加一等。陛下明鉴，都是他蒙蔽我，臣女不知。诗涵，你诗涵郡主3年前外出做生意，曾与梁国太子同吃同住，亲密的堪比夫妻了。这个便是从梁国太子的禁卫身上
搜出的诗涵郡主的贴身玉佩。贱人，贱人，我杀了你！给我拿下！林庭风、王诗涵，狼子野心，通敌卖国，妄图颠覆社稷根基。林家一族欺上瞒下，知情不报，将林氏一族打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诗涵，剥去郡主封号，打入天牢，一并问斩。带下去。陛下，陛下，走，陛下，走，陛下，皇上。都下去吧。永安，恳请陛下赐下和离书。怎了？丫头，委屈你了。父皇，儿臣想求取永安郡主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啊？妍希刚刚和离，你就让我把她赐你为妻？儿臣明白，儿臣不怕人说。没出息的东西！哼，得了。谢父皇。王爷，真的不用让阿姨把你绑起来吗？王爷，王爷，疼了就咬着，实在忍不住了就告诉我。王爷，开始了。王爷，当真是铮铮铁骨，让人钦佩。不必担心，无事。王爷，切不可讳疾忌医。你若是有什么不舒服的，请立即同我说。你确定？嗯。啊！哎呀，你看，他们真是，就是有真是家子都该死，丧尽天良的卖国贼！这种畜生，你们祖宗的棺材板都搞不出了！哎，这些卖国贼就应该千刀万剐，让野狗分食你们的尸首！众人错，
他们真是该死！卖国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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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畜生小子！这是哪家成亲呀？看着排场真大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今日安一他们有没有得手？文琪带人准备劫法场，被守在那儿的暗卫们全部拿下。